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上一期视频带大家没有酸奶机来做酸奶，视频的最后我们得到了一瓶过滤出的乳清。这次我们就用这个乳清来做一个无麸质、无泡打粉的早餐饼。我用到了玉米粉、大米粉、燕麦和奇亚籽，然后我们加入乳清。因为乳清中含有丰富的乳酸菌，这些乳酸菌会和碳水化合物发生发酵反应，产生少量的乳酸和二氧化碳。这不仅会给面糊带来独特的风味，还能让面糊自然膨胀，像泡打粉一样起到松软的效果。因此呢，建议大家在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面糊，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一夜，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直接来做小饼了。这时你可以选择加一颗鸡蛋，如果你对蛋奶过敏，也可以参考我之前发布的素酸奶的视频，使用素酸奶过滤出来的乳清来替代牛乳乳清，也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。搅拌均匀的面糊装入裱花袋，这样更容易操作。平底锅喷少许的油，全程小火慢煎。煎的时候你会看到饼表面冒出了像加了泡打粉一样的小气泡。发酵的乳酸菌不仅能让饼松软有弹性，还通过一夜的发酵提高了谷物的消化吸收率，来减少抗营养的物质。对于无麸质饮食的人来说，这种做法既好吃又健康，还能享受发酵带来的益处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如何搭配这些小饼。我选择了昨天自制的奶酪，再配几片牛油果，或者花生酱也不错。好啦，如果你不知道乳清是怎么来的，或者想了解酸奶是如何制作的，那就继续看下去吧。接下来的视频会带你了解酸奶的简单制作方法，还会揭开乳清的秘密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先来教大家做酸奶。做酸奶真的是非常简单，有一台这样非常简单的酸奶机就可以了。然后我这个呢是可以放方形的那牛奶盒的，那我每次买的是这种桶装的。首先呢，这一次呢，我们要倒出来1升的牛奶，牛奶盒呢一定要就是干净哈。然后我们把牛奶直接倒在里面，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的冷藏牛奶都没有关系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拿这样的乳酸菌，我买的就是这个川秀的这还挺好用的。看这一袋子里面有10个小袋子，1升的牛奶呢，一般会放2到3袋，其实它多一点了，我没有关系的哈。那我这次给你们放一次2袋的，就倒进去，然后把盖子盖上。我做酸奶就是还挺随意，然后这样摇一下，基本上就它那个粉末就与牛奶融合在一起了。然后这样摇完了以后呢，我们把酸奶机里面要加上水哈，我一般喜欢把它放到酸奶机里面，然后连接电源。这种酸奶机一般就1个按键，3个档位，我一般选择3档，也就是最酸的那个，大约需要发酵8个小时左右。这是刚发酵好的酸奶。其实如果你喜欢这样口感的酸奶呢，就可以直接放入冷藏随用随取了。但是呢，我家更喜欢老酸奶那种浓稠口感的，于是你就需要这样一个乳清过滤器，网上直接购买就可以。我这个是之前坏了的酸奶机留下的。我们把刚发酵好的酸奶倒入过滤网中，你看，立刻就可以看到乳清一点一点的析出来了。然后我们盖好盖子，把它放到冰箱里面，让它继续的过滤。双击杆菌呢，也要记得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保存。这个是4个小时过滤的一个效果我比较喜欢吃这种口感的酸奶。如果你希望酸奶更加的浓稠，就可以增加过滤的时间。这里插播一下乳清如何利用，你可以用来制作乳清面包，也可以直接稀释后来浇花，增加土壤的有益菌。隐藏玩法是可以自制堆肥用的 EM 菌，这个制作方法以后有机会我会和大家分享。如果来不及使用呢，就可以放在这样的瓶子里面，放到冰箱里面保存。说了半天的酸奶，接下来我来说涂抹型奶酪。与网上常见的加柠檬酸的做法不同，我的方法是继续过滤发酵好的酸奶，这样不仅方法简单，口感呢也更好，而且发酵法保留了更多的益生菌，对健康更有益，绝对是一举多得的好方法。1升牛奶发酵好的酸奶，经过1天的过滤，可以得到将近400毫升的涂抹型奶酪。我们来看看与市售涂抹型奶酪的区别。因为这个制作方法没有加入奶油，因此和市售的奶酪比起来颜色会更白一些。
过滤的时候也没有增加重物，所以质地没有那么浓稠，但口感呢会更加的清爽，也更低脂健康。如果想要口感更厚重一些，就可以在最开始发酵的时候将1/4的牛奶替换成奶油，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调整。好啦，总的来说，这种发酵法制作的涂抹型奶酪不仅制作过程简单，而且还大大的降低了成本，更重要的是富含的益生菌对身体非常的有益，你也赶快做起来吧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就点赞收藏，鼓励一下我吧。我是分享健康生活的唐小贤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